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那去年年底呢，三角洲行动会扫盘的这个传言在 PC 圈闹的是沸沸扬扬，而所谓板卡厂家官方的一个教学视频的下架呢，更是直接引爆了舆论各种阴谋论搞得人心惶惶。加上硬盘涨价比较离谱，甚至说有人来问我是不是要专门弄一个硬盘来给三角洲用，避免我的2TB 4TB 的硬盘被扫坏了。那扫盘到底会不会去损伤硬盘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现在介绍一下这个测试机的配置呢 ，CPU 使用的是980X3D， 打游戏第二好的 U， 搭配了微星的 X870E Edge 钛主板，内存是知奇的皇家级6428 16G×2的套条。显卡使用的同样来自微星的5070万图式，电源是海运钢爬布的 Focus PX 1000 V5， 硬盘呢则是选用了一块 1TB 的系数 SN570， 属于前几年非常常见的入门级固态了。测试用的软件方面呢，由于网络上面反馈的多数扫盘行为都是用任务管理器硬盘满载作为佐证，所以说我们就在窗口化游戏的同时呢，打开两个软件，分别为任务管理器以及为 App Read Write Counter 前者为副线社区提到的这个扫盘导致磁盘占用率高的现象，后者呢则是为了检测三角洲对于硬盘读写具体量为多少这样就更能体现出游戏对于硬盘的压力水平如何。接下来就是正式的测试呢，我们大概进行了40个小时的游玩结果是颇为出乎意料那在整个测试期间呢，从未出现过磁盘满载的情况。那也许是游戏的后台进行了扫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检测到。随后呢，我们进行了多场景的验证，那包括长时间的正常游玩、摸金模式和大战场模式，使用异地登录的风险账号2人组队游玩，并且举报队友，以及使用入门级的配置进行压力测试令人意外是呢，4种模式均未检测到异常的硬盘读取量，那也许是我们游戏水平太菜了，也许是我们的时间还是不够长。但是我们测试的结果呢，它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建议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我们也另外记录了一天游戏前后的磁盘的总的读写量，在一天连续6个小时的三角洲游戏对局中呢，任务管理器显示的硬盘活动仅在进入对局时会有大的波动，同时呢，游戏过程也相当流畅不像是扫盘的症状。我们查看大家常用的 QuickSource Info 软件，6个小时游戏硬盘的读取量增加值为67G， 写入量的增加值仅为36G， 读写统计程序抓到的硬盘读取指令次数为470万次。猛一看好像读取量挺多。于是呢，我们为了对比，又连续游玩了6个小时没有使用 ACE 反作弊的游戏，那绝地求生。6个小时之后呢 ，CDI 显示的硬盘读取量的增加值为122G。程序抓取到的硬盘的读取指令次数为3137万次，那相比于三角洲读取指令大幅增加了约6.6倍，数据的量增加接近2倍所以说我们的结论是其实打三角洲并不会对硬盘造成多大的负担。那不管是硬盘占用率还是游戏前后的读写量的增加值都是正常水平。相比之下呢，吃鸡对硬盘的读取量还要更大，频次也更高。吃鸡出来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有人说玩吃鸡把硬盘给搞坏一说吧？那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电脑配置太高了我们要降低一点的配置，使用一台搭载了5年前的终端游戏主机 i5-940F CPU 以及3060的12G 显卡，8G×2的内存。那在2K 分辨率下呢，游玩三角洲几场游戏下来呢，确实是会出现一些掉帧那是不是就是配置低了，这个扫盘就会卡顿？但是我们仔细看了看录像呢，硬盘的读写是没有看到什么很大的量的，和上面的 980X3D 的机器的硬盘读写是差不多的。掉帧卡顿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套配置里面面对分辨率2K 的三角洲有些吃力。CPU 占用较高导致的掉帧，940F 这个发售于2019年的6核 CPU 呢，面对于三角洲还是有点费劲了。我们也查阅了腾讯官方对于 ACE 反作弊的说明文档呢，其中仅提供了 ACE 的调用和部署规范，它并没有提到这个反作弊的核心方法。不过反作弊是人家厂家的核心技术机密各中的技术细节在使用文档中不会提及，也很正常。那当我们也看了 B 站上一些播放量比较高的扫盘损坏硬盘的视频，排除掉相当多这个博流量的营销号呢，其实大部分视频其实也很难去提供一个有效的证据。话说的直白点，就是那种它硬盘 TBW 是啥都不知道，刚才还在百度这些代码是啥意思，下面就开始我通过了叉叉分析，找出了三角洲叉叉叉问题的原因。当我以为整件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呢，群友又给我发现了一个叉叉叉东西，
所以说我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为了广大受影响的用户，所以我必须要站出来揭露叉叉叉啊，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输出。当然呢，我也咨询了一些三角洲的主播，他们因为经常去登录非本人的账号，那遇到 ACE 扫盘的概率会明显高于普通用户。他们基本上给我们反馈2个观点，一个是游戏本身它确实是在不停的优化啊，去降低这个扫盘的概率；另一个呢就是相比于扫盘对于硬盘所谓的损伤啊，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是，就是扫盘可能会造成卡顿，或者说死机，或者说一些声卡、采集卡等 PCIe 设备甚至键鼠的抽风，它会常出现一些特定的号上。但是他们为了工作又要靠直播游戏为生，所以说只能忍着了。所以呢，虽然说这个游戏遇到各种 bug 确实明显要多于别的游戏，但是我们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拿自己好这套游戏的用户来说呢，是不必太担心 ACE 扫盘对于硬盘有什么损伤的。如果说你发现游戏中经常出现卡顿去影响你的游戏，你应该尝试去学习一下，在游戏过程中去认真监控 CPU 内存、磁盘等各项的占用率。如果确实发现了异常，再去汇总一下可靠的数据，总结结论也不迟。那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是呢，可以是借这个事情呢，去给大家科普一些电脑硬盘的常识。硬盘的操作呢，分为读取和写入。那对固态硬盘进行连续的扫描，也就是扫盘，是读取，并不会影响硬盘的寿命。写入操作呢，才会消耗硬盘的 NAND 颗粒寿命。固态硬盘的厂家在保修时呢，除了按保修时间，比如说保修3年、5年之类的，那还会依据 TBW total bytes written 啊总的写入字节数。保修呢，按照两者先到的计算啊，就像现在汽车保修，它分年份和公里数2个数值一样。我一般会用 QuickSource Info 去看这个硬盘的读写量，1TB 的硬盘一般会给600 TBW， 也就是硬盘写入了600 TB 的数据，那600次的全盘写入。哪怕你刚使用了几个月，那也就会失去保修。当然，并不是说你超过了 TBW 硬盘就会坏，只是厂家觉得啊，你这个硬盘用的太猛了，我不再愿意承担质保了。也许你写了6000 TB 的数据，硬盘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担心啊，哇，那我天天往硬盘里面写东西，会不会很快就把硬盘写过饱了？你可以看看自己硬盘的写入量啊，普通的消费级用户是远远接触不到硬盘的 TBW 数值。相比于写入量呢，普通用户其实应该更关心的是硬盘的温度。这个温度一般分为主控温度和闪存颗粒温度。上面提到的 QuickSource Info 软件往往显示的是颗粒的温度，那这个温度相对较低，会给人带来误解。那更建议是使用i64或者说 Hardware Info 去查看主控的温度。温度过高的话呢，确实可能会去触发硬盘读写性能下降。所以说大家应该关注自己的硬盘的散热情况。大部分中端以上的主板都会有 M.2 的硬盘散热马甲。如果说你的硬盘没有散热马甲，又直接紧贴的显卡这一发热源，那相比于担心扫盘损坏硬盘，你反而应该关注一下硬盘的主控温度是否有必要去添加额外的散热片。另一个常见的容易遇到问题的就是很多人会跟着网上的营销号教程，那使用 DiskGenius 等软件的坏道扫描功能去检测固态，然后发现有很多红的坏块，然后问是不是我的硬盘被 ACE 给扫坏了。这个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多人啊，这个我们就尽量用简化的语言让小白大概有个印象啊，所以就不要去过多抠细节。DiskGenius 呢，最早是机械硬盘时代，扫描的是一个物理层面的磁道，那这块磁道有一个物理层面的损坏，也就是遇到坏道了啊。当然，固态硬盘的普及也有10年的历史的 DiskGenius 软件它也在优化。现在呢，不管是机械还是固态，它扫的是存储的逻辑块。就当读取的时间超过默认的3000毫秒时候呢，软件就会觉得那这块逻辑块是有问题的。所以固态硬盘上这个就叫坏块了。那坏道和坏块它就是一个称呼，但这个逻辑读取时间超过了3000毫秒，并不一定就是固态坏了。一方面呢，比如说DiskGenius使用时候肯定和你说要在 PE 环境下去测试啊，不要对目标磁盘进行其他的读写。但是实际上呢，几乎用户都是在常规的 Windows 下运行的。而且可能还同时开了一堆的软件，那正好后台有啥东西在对这块进行读写，就会导致读写时间超了。另一方面呢，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存储方式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固态是闪存颗粒里面写电子，确实有可能数据长时间没动，后面呢想重新读的时候呢，显示时间比较慢，大概呢就是网上说的冷数据的问题。其实说实话呢，你这些数据放那边几年都没动，今天突然去读取一下慢一点，其实也没啥影响。冷数据这类问题呢，可以通过把盘格式化之类的方法恢复正常。所以说之前扫盘会有爆坏块，有可能是真的盘有问题，有可能正好那块在读写东西，有可能是遇到冷数据了。
格式化捣鼓一番又好了。简单说呢，就是 D4 Genius 扫盘它有报错，可能是盘的问题，也可能没问题，只是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确实发现硬盘使用不太正常，你可以扫一扫看一看。如果说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必要去自己吓自己。我们这里去拿三星的9100 Pro 固态去进行一个测试。三星本身呢是有自己的魔术师软件，就可以对硬盘进行检测，也是呢进行类似于 D4 Genius 的全盘读取。不过读的时候呢 ，Windows 的这种管理器显示的读取速度是明显对不上的啊。我们猜测三星针对自家硬盘的软件呢，肯定是能从硬件层面去抓数据的，准确度肯定比 D4 Genius 要高。事实上呢，最后看硬盘的读写量，也就是增加了一个全盘的读，所以说即使是全盘扫描固态，也只是一个读取的过程，并不会对硬盘造成什么损坏。但是万一你本身硬盘就有一点问题啊，扫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或者说直接扫挂了，就有点像你去医院检查身体，大部分啊那都是病人呀。但是你要说因为我去医院检查，他抽了一管血，然后我生病了，都是因为医院抽的一管血的问题导致的，那这不就和说啊我的硬盘被扫坏了，都怪这个 ACE 是一个道理的。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个抽血是没问题的，那你每天都给我去抽10管血，那我就没法和你沟通了。所以说最后给出我们的结论呢，也许是我们游戏实力太差了，还没有能够摸到3角洲扫盘的门槛。那至少在2026年的3月，大部分不会经常异地登录的普通用户，并不需要太担心扫盘的问题。那真的是极低的概率。那即使遇到了对你的盘扫了扫，也不会对硬盘造成什么损坏。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视频，你是否对3角洲扫盘和固态硬盘的一些使用常识有些了解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关的观众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真话，可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传哥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化，可来我们淘店铺传哥的数码，这是传哥，我们今天跟我们再见，拜拜。